鼓动别国对抗美国却当起了逃兵，加拿大政客威胁驱逐中方外交人员，谁料老大哥美国却跟中国玩起了求饶这一套，那真是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啊！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许说。在中美大国对抗的背景之下，我们可以预见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：在美国的鼓动之下，对华挑衅的国家只会是越来越多。这些追随者，那无非就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既希望于挑衅中国来讨好美国，进而期望和美国能够达成某种利益的交换；而另外一类则是眼见印太崛起为世界新中心，试图借挑衅中国来分得一杯羹。加拿大那就是属于第一类。日前，加拿大政客出言不逊，扬言威胁驱逐中方一名外交人员。这事情的起因是，该名政客宣扬中国干涉加拿大内政，这理由听上去那是可笑至极呀！中方向来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。要说这干涉内政这一套，那还得是美西方国家玩得比较熟练呢。加拿大不怕得罪中国，这背后的底气是源自美国。有人说，加拿大虽然这名义上是一个国家，但是他们的表现却更像是美国的一个州。那简单一句话，是生动地将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诠释的是淋漓尽致啊！加拿大已经丧失了自己的主权，完全的沦为了美国的傀儡了。那因此，对于这样的挑衅国家，中方没有留情的必要啊！我国驻加拿大使馆大使表示，如果加拿大是执意的挑衅，中国将坚决的奉陪。如果说这打击美国，我们需要慎重考虑一下当前中美局势的危险性，那么打击加拿大这类跟班我们根本就没有犹豫的必要，否则中国的大国威严将难以树立啊。那换句话说，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，中方如何回应其实并不是重点，那更让我关注的是美国在同时期的对华态度。那按理说吧，看到忠实小弟如此豁出去针对中国，美国理应来一个火上浇油才是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一次美国驻华大使却对着中国说出了希望与中国对话这一番言论。用尼古拉斯·伯恩斯的话来说，美国已经准备好同中国进行对话，并且希望中美双方建立更深层次的沟通渠道。这是否就是说明美国转变了对华态度了呢？那当然不是。在中国崛起提速、经济发展成就瞩目的背景之下，美国势必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经贸市场至于美国的重要性。在美国国内通胀高涨、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情况之下，美国自然无法完全的敌对中国。那只不过呢，这鉴于美国国内主流的政治氛围，美国政客们在对华示好的同时，又表现出了十足的矛盾性。那比如，伯恩斯一边说着希望与中国对话，一边又甩锅中方，认为是中国关闭了对话的通道。那只能说，美国示好的这番话我们不能信啊！这好话都被他们说尽了，同时坏事也被他们做绝了。可怜了这加拿大，那好不容易来了一出对华强硬的戏码，谁知道美国这回居然是当了逃兵，这一下看看他们如何收场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